血从指缝间渗出来的时候，我终于确定这7年的深情全笑话。霍廷妍搂着他的新欢，在满堂宾客面前说我只是个玩意儿。我笑着把那没戴了7年的戒指扔进香槟塔，转身拨通那个传闻中杀人不眨眼的男人的电话。傅先生，听说您缺个妻子。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蛊惑。不缺，但我缺个女人替我花掉了9个亿的币。我捏着验孕单，看着身后追出来的霍廷妍，红着眼嘶吼。沈之意，你怀着我的孩子敢嫁给别人？我轻笑，府上小妇，霍总，这是傅家的种。沈之意，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，明天搬出去。霍廷妍慵懒地靠在真皮沙发上，指尖夹着一根烟，语气随意的像是在讨论今天的天气。我正在给他削苹果的手顿住了，刀锋在指腹划出一道白痕，差点见血。7年了，我连他抽烟的姿势都刻进了骨子里，却从没想过这句话会从他嘴里说出来。为什么？我抬起头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，甚至还在想，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是昨晚的醒酒汤不够热，还是今早熨烫的衬衫领子不够挺？霍廷妍吐出一个烟圈，露出一个无所谓的笑。新来的妹妹比你年轻，比你听话，需要人疼。轰！我的世界仿佛在瞬间崩塌，在他身边待了7年，从20岁到27岁，女人最好的年华全部给了他。我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，拒绝顶级画廊的邀约，甚至断了和所有异性朋友的联系，就为了做他笼子里最乖顺的金丝雀。结果他腻了，就一句话，没问题。我放下水果刀，站起身，开始收拾东西，指甲掐进掌心，疼得我清醒。不能哭，沈之意，至少不能在他面前哭。霍廷妍似乎没想到我这么干脆，愣了一下才开口。沈之意，你又在耍什么把戏？把戏？我被他困在这座金丝笼里整整7年，每天小心翼翼地讨好他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随叫随到。他胃不好，我考了营养师证；他睡眠浅，我学了中医推拿；他嫌家里闷，我亲手在露台种了一整片月季。结果换来一句把戏。我没有耍把戏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他，这个我爱了7年的男人，眉眼依旧俊朗，却陌生的可怕。霍廷妍，我是真的腻了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，身后传来酒杯被摔碎的声音，还有他的怒吼。沈之意，你给老子回来！我没有回头，7年的青春就当喂了狗。夜风很凉，我站在霍家别墅外，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。手机在包里震动，是父亲的电话。之意，你和霍少怎么了？他刚才打电话来说你从他那里搬走了。父亲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。爸，我回去再说。挂断电话，我抬头看着这栋住了7年的房子，2楼卧室的灯还亮着，那是霍廷妍为我亲手设计的衣帽间，里面挂满了高定礼服，每一套都是他陪我挑的。曾经我以为那是爱，现在才懂那是标价。我摸出手机，翻到一个尘封已久的号码。3个月前，港城傅家来提亲，要娶沈家的女儿。当时父亲想让刚满18岁的之夏嫁过去，毕竟谁都知道傅家那位大少爷傅北辰是个双腿残废、性情暴戾的怪物。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电话接通，继母尖利的声音传来：之意，你怎么这时候打电话？霍少那边。阿姨，我打断他，我想好了，我替之夏嫁去傅家。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，随即爆发出夸张的惊呼：什么？之意，你想清楚了？傅家那位可是……我想清楚了。我看着2楼窗户上晃动的人影，霍廷妍正在打电话，大概是在叫他的新欢。明天一早我会回去。挂断电话，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困了我7年的地方。霍廷妍，你以为我是你的妻子？错了，我是你的噩梦。从霍家出来，我直接回了沈家。继母和父亲坐在客厅里，看到我回来，脸色都不太好看，尤其是继母，那双精明的眼睛在我脸上扫来扫去，像是在评估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。之意，你和霍少怎么了？他刚才打电话来说你从他那里搬走了。继母尖着嗓子问，语气里满是责备。哎呀，不是阿姨说你，女人要学会服软。霍少那样的金主，打你骂你你都得受着，怎么能耍脾气离家出走呢？我没有回答，而是直接在父亲面前跪了下来。爸，我求您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想代替之夏嫁去港城傅家。此话一出，继母和父亲都变了脸色。什么？父亲一拍桌子，胡闹！傅家那位大少爷是什么人你知道吗？双腿残废，性情暴戾，在港城呼风唤雨，连霍家都得罪不起。你这是往火坑里跳。爸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我抬起头，眼神坚定，只要您同意，我立刻嫁去港城。继母眼睛转了转，装模作样的劝道：之意，你想清楚了，傅家可是龙潭虎穴，那个傅北辰手段狠辣，杀人不眨眼。再说了，之夏虽然年纪小，但既然婚约是他的，怎么能让你替他受过呢？我在心里冷笑，他会心疼之夏，不过是怕少了攀附权贵的机会罢了。阿姨，之夏刚成年，还在读书。我低下头，露出脆弱的脖颈，让她嫁给一个残废，我于心何忍？而且我顿了顿，声音哽咽：霍廷妍不要我了。京城上流圈子的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，只有离开这里，我才能重新开始。父亲沉默了很久，最终叹了口气：罢了，你去吧。谢谢爸。我起身时，看到继母眼中一闪而过的得意，她大概以为我是去送死的，却不知道我是去重生的。回到房间，我开始收拾行李，门被轻轻推开，18岁的沈之夏探进头来，眼眶红红的：姐，我听说你要替我嫁人。我摸摸她的头，好好读书，别管这些。可是，之夏咬着唇，我听说傅北辰很可怕，去年有个女人试图爬他的床，第2天就被扔进了海里。我手上的动作顿了顿，姐，你别去，我去。之夏突然抓住我的手，我已经成年了，我能承担。胡闹！我板起脸，你的任务是考上美院，不是嫁去港城。听话，这件事姐自有分寸。打发走之下，我看着窗外的夜色，
傅北辰，港城无冕之王，传言他行事狠辣，手段残忍，双腿残疾却权柄滔天。这样的男人，我本该害怕，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。能逃离霍廷琰，能让之夏获得自由，一切都值得。更何况，比起霍廷琰那种温柔刀，我宁可面对真小人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沈小姐，听说你同意了婚事，明早9点，专机在沈宅接你。傅，我盯着那个简短的傅字，突然有种预感，我的人生将从明天开始天翻地覆。第二天，傅家派来的专机就到了，我穿着傅家准备的礼服，独自登上飞机。那是一件香槟色的连衣裙，剪裁得体，面料考究，甚至连尺码都分毫不差。傅北辰连我的3围都查得一清二楚。港城，我来了。舷窗外云层翻涌，我摩挲着左手手腕上那道浅浅的疤痕，那是去年冬天霍廷琰喝多了，失手推我撞到茶几留下的。他当时抱着我说对不起，说会补偿我，说爱我。可现在他正搂着别的女人，在我的床上翻云覆雨。沈小姐，需要喝点什么吗？空城温柔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温水，谢谢。我刚接过水杯，手机响了，是霍廷琰的助理许林。沈小姐，霍先生让您30分钟内赶到老地方。老地方是我们以前约会的地方，那个会所霍廷琰包了整整一层，密码是我的生日。告诉他我没空。沈小姐，霍先生知道您回了沈家，他说只要您现在回去，他可以当昨天的事没发生过。许林的声音带着高高在上的怜悯。霍先生还说了，新来的夏小姐只是玩玩儿，您才是。我直接挂断电话，然后把这个号码拉黑。玩哇，7年的青春，在他眼里就是玩物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银行短信。看着那一串零，我愣住了。1000万，傅北辰给我打了1000万，备注只有3个字：零花钱。这时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的号码，序号是港城。我接通后，那边传来低沉磁性的声音：沈小姐，钱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但是傅先生，聘礼你已经给过了。那是给沈家的。他打断我，声音里带着几分笑意。这一笔是给你个人的零花钱。我握着手机，半天说不出话。1000万，零花钱。沈小姐，你之前订过婚，我不计较这些。他的声音低沉动听，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。既然你要嫁给我，就是我傅北辰的女儿，以后在港城横着走路线。我的眼眶忽然有些发热，这个素未谋面的男人，竟然比霍廷琰那个王八蛋更像个人。谢谢傅先生。别叫傅先生。他轻笑，叫声老公听听。我的脸瞬间红透，心跳漏了一拍。老公，电话那端传来他低沉的笑声。乖，还有2小时到港城，好好休息一下，晚上见。挂断电话，我摸着发烫的脸颊，突然意识到，这可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如此直白的珍视，而非当作宠物。傅家娶妻，婚礼办得极为低调，港城这边没有走漏半点风声，京城那边更是无人知晓。我甚至怀疑傅北辰根本不在乎这场婚礼，只是需要一个妻子来应付家族。离开前，我处理了一些东西，霍廷琰当年追我时送的首饰，还有一个精致的音乐盒。音乐盒里有一张泛黄的卡片，是他12岁时送我的谢礼。他说过可以用这张卡换他一件事，那是我们真正的初遇。在我12岁那年，他被人欺负，我帮了他，但现在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7年足够把恩情磨成仇恨。我让人把东西送去给霍廷琰的助理，然后跟着傅家的人离开了京城。婚礼当天是我第一次见到傅北辰。傅家老宅坐落在半山腰，占地极广，处处透着低调的奢华。我被带到主宅的客厅，满屋子都是我不认识的人，但每一张脸上都写着恭敬。太太，先生在等您。管家是个50多岁的中年人，看向我的眼神温和。我推着轮椅进去的时候，手在微微发抖。傅北辰坐在轮椅上，穿着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，双腿盖着薄毯，却依然气场强大的让人不敢直视。他比照片上还要好看，剑眉星目，鼻梁高挺，薄唇微抿，只是坐在轮椅上依然气势逼人。沈之意。他开口，声音低沉磁性，和电话里一样。傅先生，你好，我是沈之意。他看着我，漆黑的眸子里映出我的倒影，那眼神太深邃，像是要把我看穿。推我回房。我上前握住轮椅把手，推着他进了房间。指尖触碰到他肩膀的瞬间，我感觉到他身体微微僵硬。房间很大，装修奢华，却透着冷清，到处都是黑白灰的色调，没有一点生活气息。我腿不方便，今晚要辛苦了。傅北辰抬头看我，我的脸瞬间红透。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真到了这一步，还是紧张的手心冒汗。我可以睡沙发。夫妻分房睡，传出去别人会说我不行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就上床。他拍拍身边的位子。放心，我不会碰你。哦，我爬上床，躺在他身边，动都不敢动。床很大，我们中间隔着半米的距离，但我依然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温度，还有淡淡的雪松香气。黑暗中，我听到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沈之意。以后叫我北辰。北辰。他应了一声，声音里带着满意。睡吧，明天还要去见家长。我闭上眼睛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身侧传来均匀的呼吸声，傅北辰似乎睡着了。我悄悄侧过头，在月光下打量他的侧脸。这个男人到底为什么要娶我？真的只是为了应付家族，还是另有目的？就在我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：别看了，再看收费。我吓得差点滚下床。你没睡？你翻来覆去的，我怎么睡？他睁开眼，眸子里带着戏谑。沈之意，你在紧张什么？我没有。放心。他伸手替我掖了掖被角，手指不经意擦过我的脸颊。我对你没兴趣。虽然知道这是安慰，但心里还是莫名有些失落。我知道，我转过身，背对着他。我只是不习惯和人一起睡。身后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，才听到一声极轻的。慢慢就习惯了。那声音太温柔，温柔的不像传闻中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傅北辰。我攥紧被子，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。7年了，霍廷琰从没问过我习不习惯，他只会在我失眠的时候嫌我翻身吵到他，然后去隔壁房间睡。原来被人在乎是这种感觉。
婚后的生活完全超出我的预期。傅北辰对我极好，好到让我害怕，好到让我怀疑这是不是另一个金丝龙。他会在我失眠时抱着我讲故事，低沉的声音在黑暗中流淌，比任何催眠曲都管用。会在我生理期时亲自给我煮红糖水，虽然动作笨拙，烫了3次手。会在我想家时陪着我发呆，什么都不问，只是握着我的手。他的下属也都对我毕恭毕敬，称呼我太太，眼神里没有半点轻视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他真的太能折腾了，每晚睡前他都要折腾到大半夜，美其名曰培养夫妻感情。北辰，我累得抬不起手，你腿不方便，怎么还这么精力旺盛？他轻笑一声，把我捞进怀里，下巴抵在我的发顶。腿不方便，又不代表其他地方不方便。我的脸更红了，这个混蛋！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我在他身边过得很开心，那种开心是真实的，不是伪装给霍廷衍看的乖巧，不是讨好的谄媚，就是单纯的被宠着的开心。霍廷衍带给我的伤害，似乎在这一天天里慢慢愈合了。这天晚上，我正在浴室洗澡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动静，是重物倒地的声音，还有压抑的闷哼。北辰，我裹着浴巾冲出来，看到傅北辰摔倒在浴室门口，轮椅翻倒在一旁，他蜷缩在地上，额头上全是冷汗，双腿在剧烈抽搐。别过来！他低吼，声音里带着痛苦和狼狈。我僵在原地，看着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，却因为双腿无力而一次次跌倒。那个平日里高高在上、掌控一切的男人，此刻脆弱得像一碰就碎的玻璃。我叫医生，我转身去拿手机。不用，他咬牙，老毛病，一会儿就好。我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心脏就成一团。来不及多想，我冲过去跪在他身边，扶住他的肩膀。我帮你。我说别过来。他猛地推开我，眼神凶狠。看到我这样子满意了吗？害怕了吗？想跑就赶紧跑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过来，他在自卑，在害怕，在用凶狠掩饰脆弱，就像7年前我在巷子里捡到的那只流浪猫傅北辰。我直接叫他的名字，看着我，他抬起头，眼眶发红。我不跑，我握住他的手，我帮你回床上好吗？他愣住了，像是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。你什么你？我用力扶起他，把他的胳膊架在肩膀上，重死了，别乱动。他僵着身子，任由我把他扶到床上，我帮他盖好被子，又倒了温水，拿热毛巾给他擦汗。全程他都没有说话，只是用那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好点了吗？我坐在床边，他声音沙哑，为什么不害怕？为什么要害怕？我反问，你只是生病了，又不是怪物。他沉默了很久，突然伸手把我拉进怀里，抱得很紧。沈之意，他在我耳边说，别对我太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顿了顿，我会贪心的。我心跳加速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屏幕，眼神瞬间变冷。霍廷衍，我瞥见了来电显示，他找你干什么？傅北辰眯起眼，不知道。我摇头，我已经拉黑他了。傅北辰盯着手机看了几秒，突然笑了，那笑容很危险，像是捕猎前的豹子。很好，他挂断电话，明天我带你去见个人。谁？一个能让你彻底摆脱过去的人。那一夜，我睡得很不安稳，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在轻抚我的头发，动作温柔的不像话。之意，我听见他轻声说，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我以为是梦，翻了个身，沉沉睡去。京城那边，霍廷衍要订婚了，准新娘是夏婉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大学生，据说是某艺术院校的系花。消息是闺蜜李月告诉我的，还附带了一张她朋友圈的截图。求婚钻戒硕大无比，配文余生请多指教。照片里的夏婉笑靥如花，背景是霍廷衍那辆标志性的迈巴赫。我记得那辆车副驾驶的位置曾经只属于我，座椅的弧度都是按照我的身形调整的。我退出了微信，没有回复。那些曾经刺痛我的东西，现在已经无法影响我了。或者说，在傅北辰身边待了1个月后，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在乎不是送多少珠宝，而是深夜的那杯红糖水，是摔倒时那双手，是被人羞辱时挡在我身前的背影。晚上，我正靠在傅北辰胸口看书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接通后，听出了霍廷衍助理许林的声音：“沈小姐，霍先生让您30分钟内赶到老地方，告诉他我没空，我挂断电话。”傅北辰低头看我，手里还拿着那本《百年孤独》。谁的电话？一个神经病。他轻笑一声，把玩着我的头发，老婆真酷。这时手机又响了，还是那个号码。我接通，霍廷衍的声音传来，带着酒意和愤怒：“沈之意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30分钟内不来，以后别后悔。”后悔？我冷笑。霍廷衍，你觉得我会后悔什么？后悔离开你？沈之意，对了，我打断他。上次我让你转交的东西，你收到了吗？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下，那个纸箱早就被夏婉拿走了。据说他看到里面的东西后，当场发了疯，把音乐盒砸得粉碎。霍廷衍大概还不知道这件事，或者知道了，但不在乎。霍廷衍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我平静地说，以后别再联系了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然后把号码拉黑。傅北辰全程在旁边听着，这时才开口：“老婆，需要我帮你出气吗？”不用。我窝进他怀里，现在的生活我很喜欢，那些过去的恩恩怨怨我已经不想再提了。傅北辰放下书，突然说：“明天陪我去一趟码头。”码头？有一批货要交接。他摸摸我的头，顺便让你看场好戏。我狐疑地看着他，
但他只是神秘地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着几分孩子气的恶劣。第二天，我穿着傅北辰准备的白色套装，陪他出现在港城最大的私人码头。海风很大，吹起我的长发，傅北辰伸手替我拢了拢，动作自然的像是做过千百遍。傅总，人带到了。助理走过来低声说，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脸色瞬间变了，是夏晚。他狼狈地跪在地上，妆容花了一半，看到我和傅北辰，眼中爆发出强烈的恨意。沈之意，是你让傅总绑架我，对不对？绑架？我懵了。夏小姐这话可不对。傅北辰转动着轮椅上前，声音温和却透着寒意。是你父亲在码头走私违禁品，被我的人当场抓住。至于你，他顿了顿，只是来配合调查的。你胡说！夏婉尖叫，庭眼哥哥不会放过你的。他说了，等他处理完京城的生意，就来港城接我。他爱我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像是在看7年前的自己，天真愚蠢，以为抓住了男人的爱就抓住了全世界。夏小姐，我蹲下身与她平视。你知道霍廷琰为什么选你吗？她愣住，因为你笑起来右脸颊有个梨窝，和我一样。我轻声说，因为你生气的时候喜欢咬下唇，和我一样。因为你怕打雷，要开着灯睡觉，和我一样。你只是我的替代品，是他用来怀念我的工具。夏婉的脸色瞬间惨白，不可能！庭琰哥哥说我是他的真爱，真爱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他送你的那条项链是不是叫星辰？他下意识摸向脖子，那是我设计的。我说7年前我画给霍廷琰的礼物，他嫌廉价没要，现在转手送给你，就成了真爱。夏婉崩溃了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傅北辰握住我的手，对助理说，报警吧，走私的事让警方处理。是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一直沉默，傅北辰也没有说话，只是把我的手攥得很紧。为什么帮我？我终于开口，帮你。他挑眉，我只是在处理生意上的对手。夏家动了我的蛋糕，活该倒霉。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。他沉默了片刻，突然说，之意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娶你吗？我心跳加速，不是因为家族联姻，不是。他转过头，看着窗外的海景，因为12年前有个小女孩在宴会上，为了保护一个被欺负的私生子，把京城太子党推进了游泳池。我猛地转头看他，那个私生子，他看着我，眼神深邃如海，就是我。12年前，我努力在记忆中搜索，12岁那年，我确实跟着表姐去过一次京城的上流宴会。当时我看到一个小男孩被几个大孩子围在角落欺负，说他是个没爹要的野种。我冲上去推了那个带头的人，结果自己掉进了游泳池。那个小男孩拉我上来的时候，哭得很惨，再给我一个发夹，说以后会报答我。那个发夹我好像早就丢了。我声音发抖，你是那个爱哭鬼。傅北辰的脸黑了一下，我不爱哭，你明明哭了，鼻涕泡都出来了。沈之意，我笑了。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原来命运早就给我们牵了线，只是我被霍廷琰蒙住了眼睛，错过了12年。所以你娶我是因为报恩。我擦掉眼泪，傅北辰，我不需要同情，不是同情。他伸手指腹擦过我的眼角，是蓄谋已久。霍廷琰甩了你的时候，我在港城开了3天3夜的香槟，我等这一刻等了12年。我愣住了，我知道你和霍廷琰的7年，我知道他对你不好，我知道你想逃。他的声音低沉，带着压抑的疯狂。所以我让人去沈家提亲，我知道沈正风会把之夏推出来，我也知道你会替嫁。沈之意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从你12岁那年起，你就是我的了。我应该害怕的，这种偏执的爱，这种精心的算计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觉得心脏被填得满满的。你这个疯子，我哽咽着说，我是。他承认的坦然，所以别想着逃跑，不然我会把你锁起来，让你永远只能看着我。我扑进他怀里，抱紧他，我不跑。我说傻子才跑。他僵了一瞬，随即收紧手臂，抱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那天晚上，港城下起了暴雨，我窝在傅北辰怀里，听着窗外的雷声，却一点都不害怕。北辰，我突然想起什么，你腿是怎么伤的？他身体僵了僵，查霍廷琰的时候出了车祸。霍廷琰，他淡淡的说，3年前我发现他和你在一起。本来想直接把你抢过来，结果在来京城的路上刹车失灵，我猛地坐起身，是霍廷琰干的，没有证据。他冷笑，但那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想要的东西要早点抓在手里，藏好了，不让任何人看见。他看着我，眼神炽热，所以之意，别怪我自私，我等了太久，已经等不起了。我低头吻住他的唇，窗外电闪雷鸣，屋内春意盎然。这一夜，我终于彻底放下了过去。霍廷琰订婚的消息再次传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给傅北辰泡茶，是林月发来的微信，语气愤愤。之意，霍廷琰那个渣男居然在订婚宴上取消了婚礼，说什么心里有人，装深情给谁看呢？我挑了挑眉，没回复。傅北辰从书房出来，看到我手机上的消息，眼神暗了暗，想去看看吗？看什么？看他的下场。傅北辰递给我一张请柬，京城商会慈善晚宴，霍家主办，邀请了我们。我接过请柬，烫金的字体刺得我眼睛疼。你想去？我想让他看看。傅北辰握住我的手，他弄丢的宝贝现在属于谁？京城的慈善晚宴安排在霍家旗下的7星级酒店。我穿着傅北辰准备的红色礼服，挽着他的手臂入场时，全场寂静一瞬。轮椅上的傅北辰气场全开，那种久居上位的压迫感让所有人自动让开一条道。傅总来了，那就是傅太太，听说以前是霍少的情人。嘘。
小声点，不要命了。我挺直腰板，面带微笑，无视那些窃窃私语。傅北辰似乎察觉到我的紧张，在桌下握住我的手，轻轻捏了捏。别怕，有我在。我不怕，我会握住他，只是觉得很可笑。1个月前我还是这里的笑柄，现在却成了座上宾，习惯就好。他淡淡的说，以后这种场合多的是。晚宴进行到一半，霍廷琰终于出现了。他穿着一身黑色高定西装，看起来比1个月前消瘦了不少，眼下有淡淡的青黑。当他看到我和傅北辰时，瞳孔猛地收缩，脚步顿在原地。沈之意，他快步走过来，声音发颤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我转身就想走。等等，他追上来，拦住我的去路。你是来找我的，是不是？你还在生我的气？霍廷琰，你想多了。我淡淡的看着他，我今天来是陪我老公参加活动的。老公？他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你结婚了？和谁？当然是傅北辰。不可能！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傅北辰是个残废，你怎么可能嫁给他？放开我！我用力地甩开他的手。霍廷琰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别再来骚扰我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不客气？他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。之意，我知道你在赌气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我取消和夏晚的婚约，我们重新开始。霍少，傅北辰的声音突然响起，冷得像冰。你碰我老婆的手，是不想要了？霍廷琰转头对上傅北辰的眼神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。傅北辰，你算计我！他咬牙切齿，你明知道之意是我的女人，你的女人？傅北辰冷笑。霍廷琰，你配吗？他转动轮椅上前，即使坐着，气势也压了霍廷琰一头。7年前，你在巷子里被小混混欺负，是之意救了你，你送他音乐盒，说要报答他，结果转身就把他当成金丝雀养了7年。你给他买珠宝、买车、买房子，却从不给他尊严。你让他随叫随到，让他放弃梦想，让他像个佣人一样伺候你。现在他走了，你后悔了？傅北辰每说一句，霍廷琰的脸就白1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多。傅北辰握住我的手，比如你3年前为了得到一块地皮，在之意的酒里下了药，想把它送给合作方，只是后来你临时反悔了，对吧？我猛地转头看霍廷琰，浑身发冷。有这件事吗？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？霍廷琰面如死灰。你胡说！我有没有胡说？你心里清楚。傅北辰拉着我离开。霍廷琰，从今往后，之意和你再无瓜葛，再让我看到你骚扰他，霍家在港城的所有生意全部清零。你不信可以试试。傅北辰带着我离开，留下霍廷琰一个人站在原地，像一尊被抽走灵魂的雕像。坐上车，我还在发抖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声音发颤。你真的查到了那些？是真的。傅北辰没有隐瞒，但我没有告诉你，是不想让你再痛苦。之意，他捧着我的脸，你眼前的这个男人根本不值得你爱，他给你的是牢笼，我给你的才是天空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终于哭了出来，为那7年的愚蠢，为那些年的卑微，为差点被玷污的尊严。没事了，他轻抚我的后背，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会保护你。霍廷琰订婚那天晚上，许助理又打来了电话，用的是一个新号码。沈小姐，霍先生让您30分钟内赶到老地点，不然他就真的和夏小姐订婚了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，关我什么事？沈小姐，您可不要后悔。许助理劝道，霍先生说了，只要您来，他就取消订婚，以后一心一意对您，他甚至愿意公开承认您的身份，给您名分。名分？我打断他，许助理，你觉得我稀罕吗？沈小姐，我说了，我没空，我有些不耐烦。还有，以后别再打电话来了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我老公会吃醋。沈小姐，我直接挂断电话。霍廷琰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对他百依百顺的沈之意吗？太可笑了，一个电话就想让我回去，他以为他是谁？就在这时，傅北辰从书房出来，看到我挂在脸上的笑，什么是这么开心？没什么。我站起身，走过去抱住他，就是觉得以前自己挺傻的，现在不傻了，现在聪明了。我踮起脚尖，亲了一下他的下巴，所以才会嫁给你。他低头看我，眼神温柔，你嫁给我是因为聪明，因为我爱你。这句话脱口而出，说完我自己都愣住了，傅北辰也愣住了，随即他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，那笑容晃得我眼花。老婆，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他抱起我，大步走向卧室。北辰，你腿不方便，这个时候还管什么腿？那一晚，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很多事情，比如腿不方便的人，其他地方依然可以很方便。第2天，我是被阳光晒醒的。傅北辰已经不在床上了，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温水和一张便签。我去晨练，早餐在楼下。老公，我摸着那个老公的落款，笑得像傻子。洗漱下楼，管家笑着迎上来，太太，先生特意吩咐厨房做了您爱吃的虾饺和艇仔粥。他人呢？在花园。我端着一杯咖啡走到花园，看到傅北辰正在做康复训练，他扶着栏杆，额头上全是汗，双腿在微微颤抖，但他咬着牙，一步一步的挪动。北辰，我冲过去，你干什么？医生说了不能急。没事。他喘着气，我想早点站起来。为什么突然？因为他看着我，眼神认真。我想在婚礼上亲自牵着你走红毯。我愣住了。什么婚礼？我们不是已经？那是登记，不算。他擦了擦汗。我要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傅北辰明媒正娶的妻子。我要亲自站起来，抱着你进洞房。我眼眶发热，
傻瓜，我不在乎这些，我在乎他打断我，我要让霍廷琰看看他做不到的事情，我能做到，他给不了你的，我都能给。我扑进他怀里，不顾他身上的汗水。那你加油，我哽咽着说，我等着那一天。好，1个月后我怀孕了，发现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偷吃酸黄瓜。傅北辰走进来，看到我手里的黄瓜，脸色大变，之意我就吃一口。你月经推迟多久了？我愣住，掰着手指算了算，脸色也变了。傅北辰立刻打电话叫来了私人医生。当验孕棒上出现2条杠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傻了。我要当爸爸了。他机械地重复，应该是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他抱了起来。小心孩子，我惊呼。对，孩子。他小心翼翼地把我放下，又猛地抱起来。不行，我太高兴了。管家和佣人们都在笑。那天晚上，傅北辰对着我的肚子说了整整2个小时的话，从三字经说到弟子规，最后被我踹下床才罢休。北辰，我摸着小腹，你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女孩。他毫不犹豫，像你一样漂亮的女孩。那如果是男孩呢？那就教他怎么保护妹妹。还有他顿了顿，怎么尊重女性，不要像他爹以前遇到的某些人那样混蛋。我知道他说的是霍廷琰。不会的，我笑着说，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是最好的。他吻了吻我的额头，因为是你生的。怀孕3个月的时候，傅北辰说要带我回京城参加一个商业活动，我本不想回去，但耐不住他软磨硬泡，就当陪我，好不好？他抱着我撒娇，声音软得不像话。老婆，我被他磨得没办法，只好答应。没想到在傅家的庄园里，我竟然再次遇到了霍廷琰。他穿着一身黑色高定西装，看起来比之前成熟了不少，也颓废了不少，但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还是让我觉得恶心。沈之意，他看到我，瞳孔猛地收缩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转身就想走。等等，他追上来，拦住我的去路。你是来找我的，是不是？你还在生我的气？霍廷琰，你想多了。我淡淡地看着他，我今天来是陪我老公参加活动的。老公？他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你结婚了？和谁？当然是傅北辰。不可能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傅北辰是个残废，你怎么可能嫁给他？放开我！我用力地甩开他的手。霍廷琰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别再来骚扰我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却没有想到3天后霍廷琰会做出那样疯狂的事情。那天是傅家举办的商业峰会，各界名流齐聚一堂。我和傅北辰刚下车就被记者围住了。傅太太，听说您以前是霍少的情人，现在攀上傅总，有什么感想？傅总，您对太太的过去介意吗？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。傅北辰把我护在怀里，脸色阴沉。再敢胡说，明天就等着收律师函。记者们被他的气势吓到，纷纷后退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迈巴赫疾驰而来，急刹在我面前。霍廷琰从车上冲下来，手里竟然拿着一把枪，全场哗然。之意，跟我走。他红着眼，举着枪对准傅北辰，不然我杀了他。我吓得护在傅北辰身前。霍廷琰，你疯了！我是疯了。他大笑。从你和这个残废在一起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疯了。之意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什么都给你。我杀了夏婉，我只要你。你杀了夏婉，我浑身发冷。他该死。他偷了你的音乐盒，他勾引我。霍廷琰语无伦次。之意，我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警察赶到的时候，霍廷琰还在嘶吼，他被按倒在地，眼睛却死死盯着我。之意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回到我身边的。我看着他被带走，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傅北辰扶住我，脸色铁青。没事吧？他问。没事。我靠在他怀里，我只是觉得他很可怜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傅北辰冷声说，他疯了，以后离他远点。3天后，傅北辰在港城给我补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，包括霍家人。霍廷琰的父母坐在角落里，脸色尴尬。霍廷琰当然来不了，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。之意，父亲牵着我的手，把我交给傅北辰，以后要幸福。爸，我会的。傅北辰握住我的手，眼眶微微泛红。他今天穿着白色的西装，坐在特制的轮椅上，帅气的像王子。老婆，他轻声叫我。委屈你了。我摇头，主动吻了一下他的额头。不委屈，能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婚礼进行到交换戒指的环节，傅北辰突然说，等我一下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他扶着轮椅缓缓站了起来，双腿还在颤抖，但他咬着牙，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。我说过，他喘着气，笑着说，要亲自牵着你走红毯，抱着你进洞房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全场掌声雷动。我看到霍父霍母低着头，不敢看我们。敬完1圈酒回来，傅北辰已经累得满头大汗，但脸上始终带着笑。值得吗？我帮他擦汗。值得。他吻了吻我的手，为你做什么都值得。晚上回到新房，我累得倒在床上，一动不想动。傅北辰坐在床边看着我，眼神温柔。之意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你会原谅我吗？我睁开眼看他，你骗我什么了？没什么。他笑笑，就是随便问问。我坐起身，狐疑地看着他。傅北辰，你该不会有事瞒着我吧？没有。他躺下来，把我揽进怀里，睡觉吧，明天还要去医院检查。我靠在他胸口，却没有丝毫睡意。直觉告诉我他在隐瞒什么，但我没有追问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只要他爱我，就
够了。怀孕6个月的时候，我发现傅北辰在书房里藏了一个盒子。那天他不在，我原本只是想进去找本书，却在书柜最深处发现了一个保险柜，密码是我的生日。盒子里没有珠宝，没有机密文件，只有一叠厚厚的照片，全是我，有我在霍家别墅浇花的，有我在画廊看画的，有我在餐厅吃饭的，甚至还有我睡觉的照片。最早的一张日期是7年前，那时候我刚被霍廷衍收养不久，住在城郊的公寓里。照片里的我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站在阳台上晾衣服，笑容灿烂，我的手在发抖。原来傅北辰监视了我7年，不是监视，是守护。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标注。知意今天做了糖醋排骨，看起来很香。知意感冒了，霍廷衍那个混蛋居然不在家。知意哭了，因为霍廷衍带女人回来。最后一张是我离开霍家那天，照片里的我拖着行李箱，回头看向别墅，眼神空洞，背后写着终于可以接你回家了。我瘫坐在地上，泪流满面。原来他不是在我被甩后才注意到我的，他一直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守了整整7年。知意，傅北辰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我抬头看到他站在逆光里，表情慌乱。你看到了？你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？我哭着问，你明明那么早就在了，为什么不带我走？为什么要让我受那么多苦？他走过来，跪在我面前，捧起我的脸，因为我怕他声音沙哑，我怕你爱他，怕带你走你会恨我，怕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傻子！我捶打他的胸口，你这个傻子！他任由我打骂，只是紧紧抱着我。对不起，他说我来晚了。那一夜我们聊了很多，他说这7年他看着我被霍廷衍伤害，无数次想冲过来带我走，但都忍住了。直到那天，他说我看到你站在霍家门口，没有哭，只是很平静地拖着行李箱离开。我知道你放下了，所以你去提亲。对，他吻去我的眼泪，我等不及了，再等下去我怕你会爱上别人。笨蛋！我哽咽着说，除了你我谁都不要。他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。怀孕第8个月，我收到了霍廷衍从精神病院寄来的信，信很长，字迹潦草，看得出来写的时候精神状态很不稳定。知意，我错了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当年在巷子里救我的人是你，不是夏婉，我认错人了，我把恩情给了别人，把伤害给了你。音乐盒我修好了，但里面的卡片找不到了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是你12岁那年给我的，你说可以换我一件事，我现在想换你回来看我一眼，就一眼。医生说我疯了，我不觉得，我只是太想你了，每天晚上我都能看到你站在霍家门口，笑着对我说再见。我把信烧了，有些错误一次就够了，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。我现在很幸福，有一个爱我的老公，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宝宝，这就足够了。结婚1年后，我在傅家老宅发现了傅北辰更多的秘密。婆婆带我参观老宅时，打开了3楼一个房间，房间里全是傅北辰小时候的东西，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整面墙的照片，全是我从12岁那年在宴会上相遇到现在，每一年的我都有。这是北辰12岁那年去京城参加宴会回来后画的。婆婆拿出一张素描，她画了很多年，直到找到你。素描上的女孩笑得眉眼弯弯，正是12岁的我。后来呢？我好奇地问。后来她出了车祸，腿废了，性格也变了。婆婆叹了口气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你。这墙上的照片都是她让人拍的。知意，北辰这孩子从小倔，认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。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。原来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原来他爱我，不只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，而是因为他早就认识我，早就喜欢上了我。晚上，我问了傅北辰，你从小就认识我吗？他正在处理文件，抬起头，眼神温柔。你说呢？别闹！我推了他一下，我在问你正事。他放下文件，把我拉到腿上坐下。12岁那年，我去过一次京城。他缓缓开口，在一次宴会上，有个女孩子帮了我，她帮我赶走了那些欺负我的人，还把她的发夹借给我。她说她叫沈知意。我想起来了，12岁那年，我确实去过一次宴会，表姐带我去的，说是什么上流社会的聚会。当时我看到一个小男孩被几个人欺负，我就冲上去帮他。那些人是京城圈子里的少爷，看不起傅北辰这个港城来的私生子。我把其中一个推到了游泳池里，事后还被父亲骂了一顿。但那个小男孩，我记得他说谢谢时的表情很认真，很真诚。后来呢？我问。后来我再也没有忘记过你。他捧着我的脸，眼神深情。知意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。腿伤之后，我性格变得很糟糕，不敢联系你，直到听说你被霍廷衍甩了，我才让人去沈家提亲。我合着他趁人之危，你这个骗子！我捶打他的胸口。那你为什么不说？我怕吓到你。他抓住我的手，吻了吻我的指尖。我想让你慢慢爱上我，而不是因为小时候的事情勉强自己。我扑进他怀里，哭得稀里哗啦。这个混蛋害我之前还吃了那么多苦。对不起。他抱着我，声音温柔，以后都不会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那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以后不许再瞒着我任何事。好。还有，我摸着他的腿，好好做复健。我想看你站起来的样子。好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我红着脸，我爱你。他愣了1秒，随即笑得眉眼弯弯。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傅北辰。不够。老公，我爱你。他抱起我，
大步走向卧室。北辰，你放我下来。孩子还有3个月才出生，医生说可以。傅北辰叫老公。老公，这一夜月光温柔。婚后的第3年，我生下了一个女儿，生产过程很顺利。但傅北辰在产房外差点把医院的墙拆了。当我被推出产房时，看到他红着眼眶，胡子拉碴，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精英模样。之意，他握着我的手，声音发抖：“我们不生了，再也不生了。”我虚弱地笑了。好，傅北辰取名叫傅思之，意思是思念沈之意。我没有反对，因为我也想他。女儿满月那天，京城那边传来消息，霍廷衍从精神病院逃出来了。我皱了皱眉，没有放在心上。傅家戒备森严，他进不来，但我错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在婴儿房哄女儿睡觉，突然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，回头一看，霍廷衍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块浸了迷药的手帕。之意，他笑得温柔：“我来接你回家。”我想喊，却发不出声音，眼前一黑，失去了知觉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在一艘游艇上，霍廷衍坐在我面前，穿着白色的西装，手里拿着红酒杯，看起来精神很好，完全不像是刚出院的精神病人。你醒了，他温柔地说：“别怕，这里很安全，没有人能打扰我们了。”我动了动，发现手脚都被绑住了。霍廷衍，你疯了！我冷声说：“我没疯。”他走过来，蹲在我面前。我只是想明白了，以前我太蠢，被夏婉那个贱人骗了，以为他才是救我的人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爱的也是你。之意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杀了夏婉，我为你报仇了，以后我只有你，你也只有我。你杀了夏婉，我震惊。对，他该死，他笑得疯狂。他骗了我那么多年，他偷了你的音乐盒，他抢了你的位置。霍廷衍，我打断他，你醒醒，就算没有夏婉，我们也不可能了。我爱的是傅北辰，我嫁的人是他，我孩子的父亲也是他。他的笑容僵在脸上。你骗我，我没有骗你，我直视他的眼睛。霍廷衍，我不爱你了。从你把我赶出霍家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再也不爱你了。不，你爱的也不是我。我继续说，你爱的是那个乖乖听话的宠物，是那个永远仰望你的沈之意。但现在的我是傅北辰的妻子，是傅思之的母亲，是独立的人，不是你的附属品。你醒醒吧！他捂住耳朵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就在这时，舱门被踹开，傅北辰坐在轮椅上，被保镖推了进来。他手里拿着枪，眼神冷得像冰。放开我老婆！霍廷衍猛地站起身，从怀里掏出一把刀，架在我脖子上。别过来，过来我就杀了他！傅北辰脸色一变，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霍廷衍大笑，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得想得到。刀锋划破了我的皮肤，血渗了出来。傅北辰的眼神瞬间变得恐怖。霍廷衍，他缓缓开口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瘸了吗？霍廷衍愣住。3年前，我发现你给支一下药，想把他送人。傅北辰一字一句地说，我去京城找你算账，你让人在我的刹车上动了手脚，那场车祸我差点死了，但我不后悔，因为我救了他。今天我一样会救他。话音刚落，傅北辰突然站了起来，他站起来了，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他一步一步走向霍廷衍。你怎么？霍廷衍惊恐的后退，托你的福，复健了3年，终于可以站起来了。傅北辰冷笑，就是为了亲手教训你这个人渣。他猛地出手，一拳打在霍廷衍脸上。霍廷衍踉跄着后退，我趁机挣脱束缚，跑向傅北辰。之意，没事吧？他抱住我，声音发抖。没事。我摸着他的脸，你能站起来了？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。他苦笑。结果霍廷衍从地上爬起来，举起刀冲过来。去死吧！小心！我推开傅北辰，刀锋划过我的手臂，鲜血涌出，我疼得闷哼一声。之意！傅北辰目眦欲裂，一脚踹翻霍廷衍，夺过刀，毫不犹豫地刺进了他的肩膀。警察冲进来的时候，霍廷衍已经昏迷了。傅北辰抱着我，红着眼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让你受伤。没事，我笑着安慰他。小伤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视线。好，霍廷衍被再次送进了精神病院，这次他再也出不来了。而我手臂上的伤疤成了傅北辰最愧疚的印记。他每天亲自给我换药，动作轻柔的像在对待1岁的珍宝。北辰，我看着他认真的侧脸，你真的能站起来了？他抬头，医生说恢复得很好，再过半年就能正常走路了。太好了！之意，他突然说，等我们老了，我要走在你后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让你一个人承受失去的痛苦。他吻了吻我的手，我要看着你走，然后去找你。我鼻子一酸，说什么傻话？不是傻话，他认真的说，是承诺。女儿渐渐长大了，她继承了傅北辰的智商和我的美貌，从小就是学霸。5岁那年，她参加钢琴比赛，拿了第1名。妈妈，我厉不厉害？她扑进我怀里，眨巴着大眼睛问我，厉害。我亲亲她的脸蛋，我家宝贝最厉害了。那爸爸厉不厉害？我看向傅北辰，他已经完全康复了，走路和正常人无异，正在处理文件，抬起头，眼神温柔。爸爸也厉害。那爸爸妈妈谁更厉害？我想了想，都厉害。那我也厉害。我们一家3口笑成一团，这样的日子真好。霍廷衍后来又来找过我几次，但都被傅北辰的人挡了回去。最后一次，他站在傅家大门外等了1整夜，我没有出去见他。有些错误1次就够了，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。我现在很幸福，有一个爱我的老公，
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有疼我的公婆，有懂事的弟弟妹妹，这就足够了。女儿10岁那年的生日宴上，霍家来人送了礼物，是霍廷衍的母亲，她老了很多，满头白发。傅太太，她卑微地说，廷衍他快不行了，他最后的愿望是能见您一面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摇了摇头。霍夫人，有些见面没有必要。可是他毁了我的前半生。我平静地说，但我也因此遇到了我的丈夫，我不恨他，但也不会原谅他，请回吧。霍夫人哭着离开了。晚上，傅北辰问我后悔吗？不见他最后一面，不后悔。我靠在他怀里，我的余生只给你。他笑了，抱紧我。窗外月光如水。霍廷衍死在一个下雨的晚上，据说他死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，是12岁那年我帮他的场景。他终身未娶，身边的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，但没有一个能留住他的心。每次喝醉，他都会叫我的名字，之意。可是我已经不爱他了，我的心里只有傅北辰，那个愿意用一生来爱我、宠我的男人。